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的几位疗愈团的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7年作家文吉尔，让我们一起看爱情保卫战，成为更幸福的人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所以要好好生活，好好恋爱。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最舒服的爱情就是在一起，彼此都安心。大家好，我是情感疗愈团的嘉宾木姐。结婚本来就很幸福，关键是如何选择对的人。大家好，我是媒体人于波红。幸福的爱情不仅需要两个人的相容性，也需要两个人的包容性。有请我们今天嘉宾，有请，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韩先生27岁，来自广东，技术工；黄女士30岁，来自广东，钢琴老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对方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我男朋友太喜欢当和事佬了，胳膊肘总往外拐，说话不直接，总是吞吞吐吐，太别扭了。性格特别软弱，思想还很传统，一点也不像95后。他特别强势又任性，还有拖延症，关键是他不分场合的对我动手。你今天来想解决什么问题？他以后不论什么事能不能都跟我统一战线，听我的。尤其是如果他以后想跟我结婚，必须保证不生孩子做绝育，他能做到吗？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需要彼此迁就的，为什么我却在这段感情里一再妥协呢？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这样单方面的妥协的感情有结果吗？我还要坚持下去吗？姑娘，你俩这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打游戏认识的。当时打游戏嘛，然后就约着见面。对，一开始是相处了一段时间才在一起的。那怎么就出现了那么多矛盾呀？谁先讲一讲？我先来。就是他说话太弯弯绕绕了，而且每次遇到我跟别人有争执，他都喜欢跟别人一起指责我。就上次我点外卖，然后呢，我备注外卖让他给我放门口，然后呢，外卖小哥他是没有联系我，也没有敲门。我等了1个多小时，把门打开之后，发现外卖不见了，我只能联系平台了呀。那平台给我退款之后，我就在电话里跟客服说我要投诉那个外卖小哥。他当时我还没挂掉电话，他是直接拆我台，他说你没有必要投诉人家，人家都把钱退给你了，你要投诉他干嘛？当时我觉得都已经给你退款了，平台也相应的给你做出补贴，没必要给人家投诉，因为投诉的话，那个骑手他会扣款扣。那关我什么事情呢？太过了，把外卖送到我手上是骑手他的工作，但是他把外卖丢了，没联系过我，那我投诉他是我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啊。这个确实不能息事宁人，因为小哥确实错。这就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嘛。我的价值观，你看于老师就是支持女生的，你要去维权。对，我是支持男生的，小哥也很不容易。就虽然我的观点和他一致，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成为你们都彼此特别不满意的，对吧？那只是其中一件事情。还有一次我们去外面买甘蔗，那个小摊他给我们削甘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甘蔗中间已经有红心了。然后我当时就跟小摊说，我说给我们换一根，这根已经坏了。他当时已经停下动作了，就准备给我们换，但是他非得跳出来说，那根甘蔗是我们自己挑的呀，那直接把那个红心的削掉不就行了？那小摊听到他的话，他肯定就不给我们换了。我当时我不知道，就是那个红了一根就不能要了。那我都跟你说了，你就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啊，没必要，没有必要，好像是我才是那个坏人。不是给你道歉了吗？道歉就可以了。就每次我道歉就可以啊。我给你道歉了，我还写了检讨书，我说下次不会再犯了。那本来就是他的错啊，写检讨不应该吗？应该。对啊，那这次是甘蔗，下次是什么？苹果啊，西瓜啊。那还有下次吗？有，就每次都怪我给别人添麻烦，就是永远别人都不容易。我们去吃饭，我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人家店里了。我就想打电话给那个店家说帮我找一下看看在不在他们店里，他就跟我说你看又给别人添麻烦了。他第一反应先是怪我。老是丢他的事，有一次他去旅游，就那澳门旅游，他一天能把行李丢了3次，
我是觉得他太麻烦别人，为什么可以？我给别人造成麻烦，别人还没怪我呢，他先替别人怪我。你不能老是这样啊！写检讨书，你丢3次行李为什么不写？我没给他造成麻烦，反正他意思是没给我，他没有陪你回去找吗？人家大堂经理给我找回来的。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出去，你会把行李丢3次吗？他会，他就是这样丢三落四人。我那时候说他，就是因为我想让他改掉这个性格。你自己一个人出去也丢，你跟你男朋友出去你也丢。对，我想让他当时手机没拿，是因为我觉得他会帮我收，因为我没带包，所以习惯性的会把东西放在身上。我跟你说，为什么陆军老师说为什么你没写检讨，就是因为你做了错事，或者是做的不妥的时候，你没有后果，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太安全了。你手机落到餐厅，它就没了，你就知道以后不能丢。他其实缺点特别多。有一次呢，本来我们上电梯人就很多，他就给我来了一巴掌。哦，我这件事还没说他呢，我还没说你呢，你先到说上我了。咋了？我们站在电梯等电梯开了嘛，我在看手机，我不知道电梯开了，他就说快进去啊，他生怕我挡到别人的路，很大声的吼进去啊，那我就下意识我就打了他一下呗。你打了一下是那种轻轻的拍一下，还是真打呀？他是扇我脸，当着众人，就是一个就当众人就一耳光扇过来。我的天！但是我现在也很少打他了呀。他平时一个不爽就会打我。他吼我了，您刚才说很少打他，你1年要打他几次啊？我没数，一天可以打几次？一天打几次？真的？他说我当着别人的面打他可以，那我也后面也跟他道歉了，但是我说是有原因的，是他先啥事都有原因。还有什么情况下能举几个例子？去爬山，爬到一半他累了，我就催促他，哎呀，赶紧上去。我都累了，我不想走了，你为什么老是拽我？他想拽我，赶紧爬上去。因为那个下来的那个，对，都怪你啊！下来的缆车他都不知道几点停运，等到我们爬到一半，他才跟我说下山的缆车快停了，他才催我上去。我让他做攻略，他都不知道缆车几点停运，我们就只能一直赶哦。当时也是因为他自己出门的时候比较晚，每次如果你告诉我几点缆车没有了，那我肯定会早一点出门啊。问题是你每次出门你说9点起床，你还会去赖床，哎，再给我1分钟，再给我10分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再慢慢的化妆，去到的时候已经到下午了。这个就有不愉快呗。他拽我，他想让我赶紧爬上去。他拽你，然后你呢？就当众就吼我了。我没打他，当众就吼我了，然后推了我一下。因为当时那个景区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很多人。他声音很大，就直接吼我，然后推了我一下，别人都看过来了。所以女朋友就是脾气挺大的，是这意思吧？特别大。本来就是他没攻略没做好。听懂了，姑娘，你让他说一句，完整让他说一件事好吧？再举一个例子。还有一次太磨了他。还有一次就是那个做饭的，他不喜欢吃外卖，他叫我给他做饭。当时呢，我上一天班我也挺累的，大晚上的我过去给他做饭，没有按照他给的教程做。他进到厨房看到那个菜式不一样，他尝也没尝，他立马就直接说我不吃了，然后就一顿的数落我。我发教程给他，他没有按照教程做，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口味。当时你不能自己照教程做吗？我发教程给他。你不能自己按教程做吗？文老师听不下去了。不做饭，他不做饭，你不做饭你就要求别人做。对，当时他就一顿的发脾气，他一直数落我，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舒服。那你也没有必要把饭给倒了呀。那你不给我解决方法，我只能自己解决了。啊！一生气你把做的菜倒了哈。对，我重新给他做，然后他就立马又给我发脾气了，又觉得是我的错。然后后面也是我跟他认错，有时候特别过分。我差不多把那个饭做好了，叫房间去叫他，我说，然后我把那个菜摆好桌，饭已经盛好放在那里，已经水也给他倒好了，然后他还姗姗来迟，就过了10几分钟，然后才把手机收起来去洗漱。那我也坐着等他，知道吧？姑娘，你从来不做饭吗？因为他做饭会割到手，我就觉得，哎，割到手，那你不要做了，我来做吧。就你心疼他。我们刚在一起，他就答应我以后会给我做饭的呀。那你答应过他什么呢？他答应分担那个洗碗，后面呢？我洗了，我洗了没有？你洗几次啊？你1个月洗2次吗？2次都没有。后面洗碗的工作也是我的了。那其他呢？就是其他家务是谁做呢？他只负责买家里所需的东西咯，对，其他就没有了。哎呀，所以姑娘，你承认自己脾气不太好吗？对，那我本来就是从小可能
被我爸影响吧，我爸脾气就比较大，可能我就跟他比较像。然后我想找的另一半就是想要找脾气好的。那他算脾气好吗？对，所以我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那你爸脾气那么不好，你妈受得了吗？我妈受了几十年。那你妈开心吗？受的？不太开心，我替她委屈。那你男朋友开心吗？行了，咱们待会儿再说啊。反正听来听去，这男生好像对女朋友虽然现在有情绪有意见，还是挺宠的，是吧？对，就我觉得他性格不能一直这样啊。因为到时候成了一个家的话，他还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我现在都说我不想结婚生孩子了，你为什么跟家里打电话，家里催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为什么吞吞吐吐不敢跟他说实话？我说我不想生孩子。不是，你到底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生孩子？就是我是希望有个伴，就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肯定比我一个人过得好。刚才小片儿他就说了，这个要求要结婚可以，但你得绝育。哎，吓我一跳，反正哈吓着了。你们商量过吗这事儿？去年他带我去家里见他父母的时候，我有跟他说过，我不想生孩子，你也不要劝我。这点我不可能妥协的。那他也不妥协的话，不是两个人走不下去了？可不嘛，这大事儿啊！对啊，没办法，那你今天来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你来是干啥？我还是想老师们劝劝他，就是改一下自己的一些。我脾气改了，我现在其实没有当着别人的面打他，家里打。情绪好的话会给我面子，情绪不好了还是不给面子。不给面子就不给面子。那你都这样，为啥一直就非得娶她呢？他是我初恋，所以我尽我所能去对他好。我想着他的性格能改，知道吧？咱先不说性格的事儿，他说不生孩子这事儿，你还要娶她吗？他动摇过，我之前跟他说，他也动摇过，说可以不生，但是他不愿意做绝育。男生，你们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你这是底线吗？结婚就要孩子？对。这一点不可能，其他我可以改，其他不好的我承认的我可以改，就是要小孩这个事儿你是不会妥协的是吧？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想过要结婚。父母同意你不要小孩吗？不同意，但是我能应付，而且我希望双方父母在催我们结婚要小孩的时候，他能跟我站同一阵线。哎，我不太懂这个啊，他要求男方做绝育，你要这么不想要孩子，你自己女方能做绝育吗？也能啊。对，你自己做绝育不就好了吗？女方做绝育和男方做绝育不一样，一个只能阻止自己不生小孩，还有一个是可以阻止他生小孩。你在外面也不会有小孩。对呀，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在外面带个回来？对。所以就说你做的很绝嘛。那他要跟我结婚的吗？我们结婚的话，肯定就是奔着一辈子去才会结婚的。哎，姑娘，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他不和你在一起，他找了一个别的女人，他会变得更好吗？不见得吧，我不知道。哇那男生，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你觉得你好吗？平时会内耗自己，会觉得我们的感情就不快乐，对吧？对，内耗没那么快乐吧？对，一个人的时候快乐很多吧？对，一个人自由很多啊，时间很充分啊，但是跟他在一起，全部的事情都要围着他。还有什么你们不能够协调一致的地方吗？脾气啊，生育啊，还有什么吗？消费习惯不一样。举个例子，他喜欢花一堆小钱，然后买一堆垃圾回来，就是可能他看到一个东西价格便宜，他就会买回来，不管质量好不好，他都会买。但是呢，我是觉得买一个东西吧，可能它价格贵一点没关系，它只要质量好，长期主义嘛。他属于长期主义消费。但是他呢，什么都要看价格。就是只要价格便宜，他就想试一试。我很少买东西，平时都是他买，因为采购方面都是他嘛。我只是偶尔买一些很便宜的东西，就比如一些那个超市打折的食品啊，我愿意买回来试一下，不好吃的话丢掉也无所谓。超市打折的，哎，前几天刚买了一个打折的板栗，一回来蒸完之后全坏了。但是我没有让他吃，他自己喜欢喝咖啡，我也觉得他隔三差五就要喝一杯。我也没有阻止他，我也没说他，就因为我买了一个东西，他就揪着这件事一直说我。一件事吗？很多次。所以姑娘，你们俩这么多不一致的地方，对吧？你还愿意嫁给他吗？咱们先不说生孩子这事儿，你愿意嫁给他吗？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俩在一起会比你一个人更好呢？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比我一个人开心。小伙子刚才回答文老师的问题是说，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好像
更差了一点哈。对，就觉得各方面都更差。我也可以，就除了生孩子这方面，其他的我也愿意向我们2个更好的去改变啊。就是只要能让2个人更好，就是改不了，他不可能改不了。你改不改变我不知道，或者改不了，但其实姑娘还是挺舍不得这份感情，觉得这份感情你还是挺在意的，是吧？哎，小伙子，那你看你们消费观呀、价值观，包括婚姻观啊、生育观都不一样，那你有没有动摇过说，那要不行咱算了，换一个和我观念相对比较匹配的、一致的？有动摇过，但是想想还是有点舍不得。他让你绝育，你绝不绝？不绝。他死活拖你去医院，绝不绝？不绝。绝完之后第2天就能领证，绝不绝？也对。姑娘，他死活都不会绝，你领不领证？不领。啊，那不就完了吗？僵局拖着呗，僵住了吗？那拖着呗。这个僵局你们俩有什么办法吗？我觉得这个暴力行为和生育上的问题是红线问题，如果这个都解决不了的话，还是不要继续了。如果男生就觉得说我需要一个能够跟我正常结婚生子的女人，那你最一开始就不应该选择一个不想生孩子的女人去改变她。这种情况是个僵局，你们打不破这个僵局。你俩互相都想着能改变对方的思想，然后才想继续嘛，那你们这个僵局就会无限持续下去。好，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姑娘，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是我的弟弟谈个女朋友，你打他1、2天还行，你1年给我打100多次，我一定拎着我弟弟过去当我的面给我打回来。碰到我一个这样的护犊子的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事儿没完。他爸妈要知道这事儿不跟你急吗？所以我说将心比心，就我跟你讲，你们俩赶紧分手。这个女孩，第一她没长大，她像一个18岁出头的姑娘，有好有不好。有好的点就是这个人她相对单纯，她不会藏着掖着，她是啥她就说啥。但问题是她想要的自由，就是她是一匹野马，但是你家里没有草原，就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她很想一处是一处，她会为自己人生无数个错误来找借口，然后为自己留有余地。这样的人是很恐怖的，因为她没有底线。自我约束力实在是太低了，而且没有共情能力。你们俩现在在一起多久？2年多，差不多。你们俩如果在一起2年多，你都改变不了他的话，我告诉你，你这辈子改变不了他。你在他的人生中并没有起到非常正向的作用，他该打你还是打你，你并没有教他你应该怎么做人，你并没有告诉他一个成熟的一个成年人你应该怎么样待人接物，你也没有好好做到你的引导型恋人。你们互相没有引导，互相都把对方我觉得拖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甚至还让你去绝育。你不能这样去欺负一个男孩子。然后还有说男生吧，我跟你讲姑娘，就是这个男的他在拿捏你，你不要以为他一再的忍让，他去做这些事情，他其实是想达到他的目的。在每一次可能你为他做改变，或者是你有一些妥协，他其实挺爽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他去纵容你的这些行为，其实就是在为他最后他要跟你打这一局决赛，他给自己留的筹码。说要结婚，这个男孩根本就没有跟你提这个婚怎么结啊，你们的这些什么3金5金彩礼这些问题，整个场上没聊。而且你现在对他所有的消费习惯你都不予赞成，那么对一个女孩来说，我跟你说，生育本身就是要成本的，结婚也是要成本的。你现在抠成这个样子，那我跟你结婚之后我的日子怎么过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俩赶紧散啊，各有各的心思，不是爱情。你没有玩过那个捏捏吗？玩过，就是那个就捏一下会，哎，捏一下很舒服很爽，对吧？就是很奇怪，就一个人很正常，就碰到那个捏捏，你就想要死命去捏他，是吧？然后看他从你手指里面挤出来那个样子，你就是他生活里的捏捏。善良是要有底线和边界的，没有底线和边界的善良会激发出对方心中的恶念和极端性。不是他有多坏，而是你真的激发出了他所有的坏，这是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在未来生活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对你做那么多的事情，你到最后都是甘之如饴呢？你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所谓的价值感，因为你希望别人喜欢你，你希望别人喜欢你之后，你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捏捏，然后你就会吸引天敌的到来。哪怕这个人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也会在你身边变成这个样子。姑娘，你的社会性
在他的纵容之下在发生变化。你不能再这样放纵自己下去，否则你会变得面目皆非。看看他，再看看自己，再看看你做的那些行为和动作，我们一定有内心。如果这个行为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对方的角色，你觉得自己会怎么样？好，谢谢陆琪老师。你看要解决问题呢，还是找陆琪老师啊。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也想找陆琪老师来指点一二的话，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陆琪老师，就能找到陆老师了。别忘了亮出您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身份，让陆老师送您一份新人礼。姑娘，你特别的在这份关系当中颐指气使，你是要收敛的啊。这个老师们都说的，我觉得特别的中肯，真的是希望你好，不是来批评你、骂你、说你不好，是为了你更好。因为你本身是聪明的，是有能力的，不要浪费自己本来拥有的这些美好的人性。男生，我觉得你还是善良的，你可能在成长环境当中和你习得的这种关系当中的模式，就是让自己妥协。你妥协到一个女孩子，即便她不想生孩子，她能够说出这句话，说你去做绝育，我觉得这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的。就我要是你的家人，我会毫不犹豫的说赶紧走。忍是心上面一把刀啊，你总有忍不住的时候，你总有忍不下去的时候。如果境遇不发生变化，如果你不发出调整，你的对象也不发生变化的话，你总有忍不住的时候，那你势必这把刀是会拔出来的。拔出来的时候，伤的不仅仅是他，也是你自己。我们认清现状，其实更好做判断啊，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强弩着硬撑，还是彼此适合，在一起放松，能让对方成为更好的那个人，这样的爱情是珍贵的。你们二位，一个暴力，一个讨好，一个用伤害在索取爱，一个用讨好在换取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两个人都会走向不爱。黄女士啊，你必须改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动手打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理由。爱情它从来不是驯养，我可以接受一个人他不完美，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一个人用暴力，这个是底线问题。动手是没有边界意识，但是你要求对方以伤害自己身体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跟你走下去，这叫什么？这叫情感绑架。我们每个人都有尊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权利，你要求他去绝育这件事情，你尊重了他的身体吗？你尊重了他的父母吗？你压根没有。所以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觉得这种暴力从来不是无意识的，没有任何理由，动手就动手，就是因为您缺乏了边界感。在感情当中，你不断的想把这个男人吞噬，我控制他，我不仅要控制他的精神，他是我的，承接我所有负面情绪，我甚至要控制你的肉体，可不可怕？我听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刚刚在笑，就是这我汗毛都立起来了。你是何等的自恋！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可以这样换位思考一下，很简单。如果今天这个男人他爱你，他可以给你花钱，他长得又帅，然后呢他要哄你，他每天说我爱你，但是他每天要动手打你，扇你一巴掌，你能接受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简单的道理。然后另外呢，要不要孩子这件事情上，只有或者无，没有中间值。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没得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你们就3个选择。第一个选择那就是，比如说女方妥协了，我愿意跟男方生孩子，那男方你能不能肩负起，对吧？我去赡养家庭的这个责任跟义务，我去做到努力挣钱。第二个，如果男方今天妥协了，你真的很爱这个姑娘，放弃生育，但是你必须处理好你的家庭问题。第3个点，和平分手。如果谁都不愿意妥协，趁早分开。然后另外我觉得女士哈，黄女士，待会儿下来我送你一本我的新书，结婚本来就很幸福。我没有说提倡您们结婚，而是在这个书里面会有一章讲到就是跟心理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您动手打人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我相信会对你有帮助。女生，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一直在欺负他的善良？你认为他的善良就是软弱，就是讨好别人。我看到了这个男人身上，他有自己的一个处事哲学，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去伤害别人，所以更多的他是在忍。打绝对不是该有的行为习惯。你把暴力
当成了一种撒娇的手段，你也有责任。这2年多的恋爱当中，你的纵容，对他的溺爱，你一忍再忍，你也明明知道他有些行为绝对不对，你也不会反抗。你认为不反抗就是不伤害，但无形当中让他变本加厉，肆无忌惮，让你绝育，这样的残忍的话说得出来。所以今天很简单，男生，我知道你并不是那种世人认为彻底软弱的人，他不要孩子，要你绝育，已经破了你的底线，所以你应该清晰的认知到你们这一段感情他的原本的模样。如果真心爱的女人绝对不会说，虽然她是你的初恋，如果今天结束了这一段恋爱，你去看看心仪的女人，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好，谢谢老师们，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我们来听听下一组的情况。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刘先生24岁，来自辽宁，无业；王女士24岁，来自辽宁，客服。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最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我男朋友这个人吧，既要又要，还以自我为中心，控制欲特别强。我女朋友生活中她特别强势，总是曲解我的意思，还特爱小题大做。关键是我说什么她都当成耳旁风，感觉她根本就不尊重我。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恋爱中存在着特别多的隐患，我觉得总有一天一定会爆发的，但他却不以为然，根本不改。我想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我只是想像正常情侣一样，好好的谈个恋爱，结个婚，过日子。但是他并不这么想。我认为不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你们能帮我劝劝他不？哎呦，这是男孩想结婚了啊，是。女孩说有很多隐患哦，看来你们俩现在对这个你们关系的认知不在一个阶段里啊。是。这个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半年。才半年就着急结婚了？你不是才24岁吗？对，就是我是想说，咱至少像正常情侣一样，就是谈恋爱是为了往这个结婚这个方向走，就是我希望他至少有这么一个意愿。然后但是他现在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意愿一点都没有，根本不考虑结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结婚这种事情，尤其我们2个都不要孩子，结婚这个事情对我们2个来说不是必要的。而且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结婚对于我来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而是有很多的隐患。更何况我们2个现在的关系还没有很稳定，哪怕是我是一个正常想要去结婚的女孩子，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也需要非常慎重的去考虑一下。那行，先讲讲有什么隐患。我们2个现在表面上关系特别好，基本也很少吵架，但是总是因为同样的矛盾3番4次的去有一些争论。现在这些事情放在现在是一个小的摩擦，但如果谈的时间长了，积攒起来，终究有一天会爆发的，可能会造成更无法挽回的局面。那种结果是我不想要看到的。我是无业状态，然后我俩就相当于我主内，他主外，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他现在工作是个夜班，再加上他那个工作性质特别的累，需要一天就是一直打电话跟人打交道。这种工作是特别累人的。然后啥工作呀？要夜里和人交涉？是客服类的工作。然后他那个工作是正常的上午休2，但是他不仅说就是回来说累，然后夜班上午休2。是的。晚上几点到几点啊？下午3点到凌晨12点，然后有时候加班，基本就是昼夜颠倒。就人其实不可以长期这样。他早上可能6点才睡觉啊，下班之后。下了班也不休息。对，那他晚上干嘛呢？玩手机啊，玩手机，对啊。就这种工作上的事情，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吵的。是他照顾家里，我承认他把家里照顾得非常好，就是家务啊、做饭啊，然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在包揽。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家里的洗衣机怎么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我就说你都这么累了，你就不要去工作了，你在家里把家里照顾好就可以了。他还不乐意。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他不是3点才上班嘛，早上睡到8、9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就是说今天我有个兼职，就是各种各样兼职，然后说你陪我去干一下，
然后我说好，但是我明确跟他表明了我不希望他这样，因为我是认为他已经是复合状态，我就会有压力。然后我就寻思说我去找个兼职，然后就是他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不想跟你分开特别久，如果我找兼职或者工作，就需要跟他的时间差不多重合，就是他上班的时候我在上班，他休息的时候我在休息。就比如说我找了个兼职，那种餐厅的兼职，但是他却觉得我找这种活性价比太低了，就是挣得少还费力，他就又不想让我干这种工作。你那个压力完全是你自己给你的，我都跟你解释很多遍了。我去干那个兼职，不是因为说咱们两个在一起或者你在家里我才去做，而是说哪怕我单身或者哪怕我跟别人谈恋爱，这份工作有这个赚钱的机会，我也会去啊。那有钱为什么不赚啊？但是现在不是两个人吗？就是我看见你状态不好，我也会心疼，对吧？女生你介意男生不上班吗？不介意？我完全不介意，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是没有出去上班，但他照顾家里非常的累，也是一个工作，只不过是没有人给他这发点上其实咱工资而已俩还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对于上班你的这个作息和投入的精力有一些微微的分歧哈。他一直说要工作嘛，我说行，那我给你找一个跟我一样的工作，就比较轻松嘛，上午休2，然后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就加班也是非常少的情况，然后月薪小1万，我觉得很不错了。结果人面试上午的时候告我害怕不去了，害怕。对这个事儿是怎么？他这个工作是你看他挣得多，是因为啥？他需要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我清楚的认知到我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当时他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又害怕他说不高兴。我说那咱就，先试试。然后就是他那个面试需要啥，就先背一个英文自我介绍。我真死记硬背，就是临时抱佛脚，我可以过。然后但到了那天第二天要去面试，我紧张的一宿都没睡。所以这份工作他觉得不胜任，所以没去。你能接受吗，我没这个能力。就是那我觉得说，那你要不就像咱俩，就像我说的，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那他又不干，他非要跟我一直说要找工作，找了个什么工作？餐厅的兼职，上6休1，每天干那么多个小时，一个月2、3千块钱，你何必找这种工作呢？但是这个工作是不是符合了您说的，就是咱俩见面时间能保持不变？女生就是如果你去做兼职或者是加班做了更多的工作的时候，他现在不是说他不愿意看到吗？那他对你的态度会有变化吗？让你去做这份工作？我跟他讲了这种事情，他就会对我态度一下子就有转变。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公司有一个自愿加班的机会，是给额外薪资的。我说那有这个机会我肯定就去赚钱呀，然后我就报名了。回来跟他讲之后，他一直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去？更严重的是我下班回家之后，本来我加班回家就很累，然后我跟他讲，他还要跟我说这是你自己选择加班的，那你就要承担这种后果呀。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情侣之间应该在这种时候听到的话，我感觉非常寒心。节假日、3薪什么的上班可以，但是当时是赶上了流感，我俩全中招了。他比我还严重，然后浑身疼，感冒流鼻，起来顶的脑袋都晕乎乎的。我说你这种情况你还要去上这个班？他就觉得这是白捡钱。然后我说那你要是真病倒了，打吊瓶买药，那你这个挣的钱还不够这买药钱。他却不是这么认为。好，就是其实在工作上，无论是女生的工作还是关于男生是否工作的这个想法，你们都有分歧是吧？这是隐患1。还有什么隐患呢，姑娘？就同样就本质上一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其他的，他就掌控欲特别的强。有一次我们俩一块搬东西，车上有很多东西要往楼上搬，然后我就心疼他，我不想让他搬那么多趟，我就说我帮他一块搬，他就说你别搬。那我也不想他累啊，我就帮他一块搬，结果把腰扭着了。回去之后他又开始跟我说，你看说了吧，不让你搬非得搬。当我们两个之间我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时间不是过来安慰我，反而是要过来指责我为什么没有去按照他给我的安排去做。我就觉得这个人掌控欲爆棚。还有什么隐患？性格上？他性格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感觉他以后可能会做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有一次我们两个在家喝酒，然后有人来敲门，那次你还记得吗？我们就是那天晚上去喝酒，然后吃饭唠嗑啥的，然后可能也玩点游戏，然后就声太大了，扰民了。然后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不太好，在火葬场旁边，然后我俩就还比较怕。然后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人，咣咣敲门，就本来那个屋也就不大，那个使的劲儿，那门感觉都要敲掉了，整个屋都要震了。当时我就收拾好，我开门，然后没有人，然后我就喊谁敲的门？我可以理解说我扰民了，你来敲门，但是你人给我出现在这儿，告诉我扰民了，让我小点声，那我可以接受。但是什么情况？都知道住的这地儿不好，对吧？你敲完门那么大声，我动作也挺快的，一开门没人，
我俩就本来就害怕这种事儿，我就特别的生气。他现在说是能接受那个人站那儿，当天晚上跟我说的是开门，如果那个人站着他吵起来，他就要动手去揍人家了。我就是说越想越气的情况下，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其实女生觉得这个隐患是在于，你觉得男生很有这种极端暴力的倾向，比如说大声喊叫啊，甚至说出这个什么，如果真站个人，我就要揍他什么这些话，让你觉得有一些害怕，是吧？而且我感觉他说他这种东西没有对我，但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如果谈的时间长了，感情淡了，我做了他不喜欢的事情，他喝酒了，他会不会对我做出一样的行为？你觉得性格还是有暴躁和暴力的可能性的哈？而且。他说他在乎我，但是在当天晚上他出门喊完回来之后，他说宝宝你是不是害怕？那我就不这么喊了。刚跟我保证完，聊5分钟天又搁那块喊上了。那我觉得你明知道这样做我会害怕，我会不开心，你还这么做，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压根没有那么在乎我？我也是人，我也有情绪，那我肯定是会发泄出来，而且我确实没有对你，就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就有点像被迫害妄想症一样，然后再加上一点小事他就无限放大，就是他把一些我做的不合他心的事儿，他就会扩大无数倍，然后放在我们的未来里。而且他的话甚至都是可能也许如果会这样，他也不确定，但是他就会咬着这事儿不放。这种事情如果是确定的事儿，我早就跑了呀，我还跟你谈什么？我上爱情保卫战来调解什么呀？有诸多反正不满和不一致的地方哈。还有什么认知上差异吗？就是有的时候事情沟通能解决，但有的时候我感觉沟通解决不了。有一次他和我妹妹一起来我家，我们晚上吃饭，但是那天碰巧下了非常大的暴雨，就是开车都费劲儿，就想着呢在我家对付一宿吧。但我家只有1个床，他就自己说那我去睡沙发吧。那其实我也挺心疼他的，他这么大个高个儿，那个沙发非常的小，他挤在里面。直到我晚上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我看见他光个腿露在外面，我就感觉不对劲儿。我一去问他，果然是就是全脱了。那我觉得我妹还在家呢，你这样做非常的不好。我去跟他讲，但他没有要改的意思，就只是解释说啊，那就是我的习惯，没有说要把衣服穿上。我就很生气，给我妹送回家之后，我准备跟他好好讲一讲这件事儿。你是当晚就把你妹送回去了？对，但是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沟通不了。他想的呀，因为是睡觉了，他俩都睡觉了，他这是那你不知道家里有起了个夜。外人吗？这是最基本的作为姐夫的体面，这还需要他教你吗？但是我在那儿，就是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就是说实话，你俩说的所有的事儿，全是陈芝麻烂谷子，就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儿，就跟你刚才表达的状态一样，就琐琐碎碎、婆婆妈妈、絮絮叨叨。我真的觉得，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你们俩听着累吗？我觉得他们俩都是在互相关心自己的体谅啊。那个女方看到男的在那里帮他搬东西，闪到腰了，可能男方的他是想关心他，叫你不要搬，然后你看你闪到腰了吧？他只是可能关心的那个话没有说到你心坎上。这男孩心思细腻，听进去了。当然，谈恋爱不能像你们这样的动手打，但是也不能冷静到最后在恋爱过程当中就是相互讲道理。还是多沟通吧。他男生说女生可能有被害妄想症，那你要问他经历过什么才会害怕这些啊？你要去关心他。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你们两个有一个本质是不一致的。这个大哥吧，他只是嘴巴上说我想结婚，但他的行为上我又感觉他不是那么想结婚。因为如果一个人你想进入下个阶段，你肯定要为你现在的一些不修边幅啊，就是你要去修正自己的，你肯定是要去做出妥协的。没觉得你很想结婚，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对他的包容度其实没有那么高。我没有觉得你对他的包容度是跟你的爱的所谓你要踏入婚姻的那个浓度相对等的。哥，你有点磨叽。我觉得他对于跟你在一起的生活质量，他觉得是一定是比他一个人要低下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抗拒。姐姐这个男的不适合你，他确实情绪不可控，他自己心里也知道，他一定是知道他暴露了他一些本性，然后马上跟你道歉，然后回了之后他又回去了，因为他就是修正不了自己。他也需要一个引导型恋人，他需要一个很包容他的人，他不可能去做到永远那么去包容你，因为他说的所有事都是小事。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小事，因为这人记仇，你们俩价值观本身就不一样啊，不在一个体系里，所以叫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浪费大家时间，你要结婚你去找一个想结婚的人好了。我说实话，就是你恐婚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等一个更好的人，你一定要等一个足够好的人，能够现在帮你，我觉得可能再往上跨一个阶级的人，你才可能会考虑结婚，就这么简单。他现在就是他比你要更务实一些，所以你们俩就没什么好聊，我觉得拜拜。男生啊，你的沟通模式是被他养成的，
因为你但凡你的沟通模式里面带一点攻击性，他就跑了。所以你和他的整个沟通里面，你会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絮叨，然后慢慢说，慢慢说，你就怕自己声音稍微大一点、高一点。就是姑娘，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的高敏感性和高警惕性，它不是来自于对于危险的感知，而是来自于对于危险的妄想。所以我跟你讲，你还真不能有钱，你要有钱他也得跟你分手。是不是？你也不能强势，你要强势了也得跟你分手。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在铸造城堡的人，他在造一个他试图能够保护自己的城堡，所以他要去挣钱，他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最好你是长时间的待在家里面，少去跟人接触。他要把你给圈起来，要把你养成金丝雀。然后你也不要挣太多的钱，然后你最好不要去跟别的男人去接触，因为那些男人好粗鄙，那些男人说话好大声，是吧？然后你要跟他们学了一样，万一你要打老婆怎么办？等等等等。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他的心理的不健康上面的，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人不是把危险都挡在外面你就安全了？人只有具有反脆弱性，它才能够变得安全。有一本书叫《反脆弱》，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要有抵抗风险的能力，你才会真的变成安全，而不是把人都挡在外面。我们要进入一段美好的生活，首先要保障的是自己内心心理的健康。妄想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它会困住你，然后把你变得面目全非。你看现在不只是困住了你，也困住了他。我相信你们两个人是有爱情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你们说出来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恰好证明你们没有什么大的冲突。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是在他做出了很大妥协的状态之下所做出来的。那至于这个男生，我相信你是喜欢他的，但是另一方面，你身上的懒惰和对于这个社会的厌倦也是毕露无遗的。这也是你的问题，就我刚才说的，你的絮叨，一方面是为了和他相处，另外一方面是你缺乏了社会性。你们俩才24岁，你们过的是42岁的生活，42岁的我们也不过这样的生活。你们被自己捆住了啊！走出去，找一些自由感，找一些青春的东西，去爬爬山，冲冲浪，去酒吧夜店，干一些年轻人应该干的事，好不好？这个我们电视前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找陆琪老师来指点一二的话啊，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去这个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陆琪老师，记得亮明您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身份啊，让陆老师送你一份新人礼。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听进去，听清楚真的老师在跟你们说的是什么，然后去回馈到自己身上，印证到自己身上，我是怎么产生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去规避。为了我们以后24岁以后42岁的人生是一个平静的、幸福的或者喜悦的状态。你俩现在主要都是两个人都不是喜悦的状态，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我觉得女生其实你可以把你工作的脚步稍微慢下来，你那么努力的工作，甚至是就是去做夜班，一周5天都是12点才能下班，这么高强度，那即便你还要去做兼职，我认为你是焦虑的。只有焦虑的人才会让自己一刻不停的去做事儿。你会觉得啊，那我上午捎带着做一份兼职，对吧？反正醒来了，待着也是待着，我去做一份兼职，挣一份钱。这可不是上进心驱使，这是焦虑驱使。那你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你才能有一天真正的是放松的、愉快的。所以你要去向内看看自己。我觉得你更适合除了你的那份很辛劳的工作之外，像你男朋友说的那样，去找找自己的个人生活，其他的爱好。陆老师刚才不是说他要爬山啊、冲浪啊，你得走出那个焦灼的状态，才能去拥有你配得的幸福人生。男生其实我真心不喜欢你那个絮絮叨叨，正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份屏障和盔甲，他才忍受你的絮叨。如果她是一个像别的24岁的女孩，对生活还是充满了一些迷茫或者探索或者期待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她会受不了你的。而且我觉得你像陆老师说的，你的这个对生活对社会的这种倦怠感，你是要突破的。其实没有那么消极，
不是所有的社会化的角色会让我们都带来不愉快，它会其实给我们带来新鲜、刺激、挑战和不一样的激情。你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各种体验去阉割的话，其实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缺憾。所以你要走出这一步，我是希望看到更充满生机的你们去拥抱更好的青春啊！就太颓废了，在家里边待着，好不好？我建议也非常简单，男生走出家门，女生多回归自己的生活，可能你们找到更舒适的相处方式了。半年的恋爱，满满的问题啊！谈恋爱都没学会，还想着结婚啊？另外，我觉得你们现在半年的时间看到都是彼此的一些显性的东西，比如说对方的外在条件、颜值，但是你们双方彼此的性格、价值观、消费观、原生家庭两个家庭的磨合，这些东西都没有去考量，都没有去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当下才24岁，其实你们在精神跟物质上，其实都还需要去成长。真的做好了结婚的准备吗？在我这些咨询案例里面，我会觉得就是往往着急的心都是因为有2个没有做好准备的灵魂。你看刘先生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其实像你的女朋友给你介绍那种万元的工作，你没去，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擅长，但是没有想过他其实希望拉你一把，对吧？我实在不行我就背嘛，我就学习嘛，我想跟这位我的女朋友齐头并进进入婚姻，那我得努力呀。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你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自尊心。如果我去干没干好，我被 pass 掉，面试没过，那我很丢人。但是自尊往往不是靠限制对方的发展，而是要靠自己赢得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就今天结束我们这个节目，第一件事情找工作，没得谈。这么好的身高，这么好的颜值，对吧？充满了力量感，你要把你的力量释放出去，而不是在家里面洗衣做饭。这不是你这个年纪24岁的男人该做的事儿。在你们这个年纪里，什么最重要？自我成长是第一位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甚至是爱情。然后另外呢，关于结婚这个话题，我觉得真正结婚的时机，不只是说我们俩的感情有多深，而是双方的成熟度是否匹配。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你们2个其实都没有做好去进入婚姻的准备。甜蜜呢，就像是试营业，婚姻才是真正的正式开业。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你们。你看现在你们连试营业都没做好，还想着去签订终身合约吗？是不是早了一点？所以我觉得20多岁的等待总比30多岁的悔不当初好。然后另外我的新书《结婚本来就很幸福》也上线了啊，不一定要鼓励你们要结婚，但是这本书我待会儿会送给你们，我觉得你们去看一看，会对你们俩去经营当下的情感一定是有帮助的。无论是婚姻还是恋爱，2个人如果说刻意的相敬如宾，我认为是充满隐患，也是充满风险的。生活中并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一定是正确的，自己想的就一定是真理，它是需要生活现实去验证的。作为恋人，当然需要有共同语言。你们2个人我真的看不出有多少的共同语言，但我看到了你们2个人有不少的共同的特性。你们2个人都是习惯拿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对方，另外你们2个人也都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都不愿意去接纳对方的不同，这怎么可能2个人相伴一辈子走进婚姻呢？还有，作为男生，一个本科学历的24岁的男人，到现在为止不出去工作，很坦然。你认为女生是接受的，她刚才也表达了接受，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她也不停的希望你去面试？另外关键的问题，作为一个男人，对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啊。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窝在家里？男人是以后要担责任的，哪怕工作不如意，我先去做呗，去磨练磨砺呗，积累经验呗，积累社会的认知呗。你一切都不去做，这一点他心里不说，他会看得上你吗？
所以你们这种相敬如宾，背后是暗潮涌动。我可以断言，这个女生是伪不婚主义者，她并不是不想结婚，不想和你结婚，只是现在不想结婚，现在不想和你结婚，所以她抛出了一个我不婚主。如果哪天她看到你的改变，那他们立马缴械投降。现在是你没有看到你们存在的危机和问题，他看到，他已经认知到了。所以最后我劝男生，如果你认为这个女生是值得磨合，值得等待，那你就继续的等待。我想瓜熟蒂落会有这一天。谢谢老师们。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在老师们提出这些建议和方法之后啊，你们稍作思考，看看大家最后的选择会是怎样。请回到门后，请回。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组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这组我认为还可能会出来，有可能这个男他会改生变，这个妻子也明白了啊，没了。男生想通了，不想被打了，真的是哈。哎，我觉得这个不开门不出来反而是好事，挺好的，好事非常好。这不合适的感情就不要彼此消耗，确实不合适，免得又被揍。欢迎登录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好，我们看看第二组情侣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个还真猜不准了。这应该出来吧？这个还真是猜不准。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到更适合的相处方式。我认为肯定出来。恋人之间如果有不同的，吵就吵，争就争。但是两个人，你看，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吧，真不好说。出来，听听他们如果出来会说些什么啊？请开门。啊，不会吧？也走了。看啦，我说不出来。哎，文老师，你觉得他们俩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恐婚啊。也没有让他们非要结婚呀。但是女生会认为男生就是要结婚，他一定是强烈的表达过的。有可能是觉得听完老师说和自己的思考，觉得观念太不一致。不过他有一点他非常明晰，他在现在是不可能和这个男生结婚。对，男方可能找工作去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年轻人在爱情当中遇到迷茫和困惑也是很正常的。那其实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听听老师们的解读，然后再对照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相处之道，我觉得挺好的哈。如果能在一起，我们会为您送上祝福；如果不在一起了，也希望大家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爱情。谢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再会。